好了，现在也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好，那么从早上一直到现在，吃的还 OK 吗？好，要是有哪里招待不周的话，请大家多多见谅，好不好？好，那么我时常都这么觉得，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吃茶点或者吃午餐的，对不对啊？真的要吃，我们私底下我再请你们吃一顿比较好吃的一餐，好不好？不是今天呐、今天这样吃的话，到明年都吃不完。所以来日方长，机会还是大把的。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回去到吃的这个主题你看那天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挺有趣的。那天我在南宁的时候，你看通常我们跟领导人安排时间的，就是来见面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迟到的，因为我们讲说今天单单守时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原则？今天你能力再好，谈法再好，舞台魅力再好，什么也好，你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守时的这个原则的话，那么人家也不想要去跟你配合。尤其是我很少会迟到的，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曾经迟到过一次，而这一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后从错误中学习，然后就一直在提醒自己本身不要去重复相同的错误。那前几天的事情呢，我跟我的伙伴就在房间里面就点了那个美团嘛，他们就送到我们的房间了。我们就在那边吃，一边吃一边吃，旁边就有一个电脑。然后我们去打开电脑的时候，又突然间，因为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靠近培训会了，非常靠近培训会，就是今天这一场培训会的时候，突然就让我联想到一个人，就让我联想到接下来会上来这个舞台来做一个分享的领导人。结果我就上网，就去 YouTube 那边就去找一下这个人的一些视频，他的一些影片这些，结果就把他的名字打进去咯，就找到了。哇，结果不少我就发现到原来人一出名的时候，网站是大把他的照片就我看到他这么多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去打我自己本身的名字我发现没有什么照片就找到一张而已那个不重要。关键是这个人有好多好多 YouTube 的 video 在 YouTube 里面。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就随便按一个啦，我们就在那边吃我们的午餐，吃，就开始发现到这个人以前他是一个歌手来的，他是一位歌手来的。那么今天我用歌手来形容他，我都觉得是在侮辱他了。可是我真的想不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词来形容他，我只能够用歌手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歌手已经是在侮辱他了。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吃，既然是歌手，应该唱歌是不错的嘛。结果就随便开一个video 就播了，我们就在那边吃。我跟我多一个伙伴在那边吃，那么乐器就差不多30分钟，没有，那时候差不多5到10分钟，他已经发简讯说差不多要到了。就是一边听一边听，就没有什么在看电脑结果突然听到一段的时候我跟我的伙伴的嘴巴就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很关注在那个电脑本身然后就发现到我虽然认识他这一段时间也没有太多机会听他唱歌。我相信接下来也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听他演讲有可能，听他唱歌几乎不可能，就是很稀少的机会，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机会。我就发现到，先不要讲真人唱歌先就是现场唱歌了。我说单单从电脑里面我听完了过后，我说，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了解音乐的一个人，我喜欢音乐，可是我不是什么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可是那一天我跟我的伙伴听到的时候，马上这个用词有可能有一点错了，马上鸡皮疙瘩。那鸡皮疙瘩我不知道是代表什么，不过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好的就是你看有些人告诉人家我很厉害唱歌，结果他一唱出来，哎呦
很难听，你觉得说哎很搞味；另外一个是你不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唱，或者你没有听过他唱，结果他一唱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你的毛孔都会站了，而不是说因为不好听哦，你就会哇。所以那天我是鸡皮疙瘩的，然后我看我的伙伴他也是，结果我们就在那边开始讨论了，就开始讨论接下来这一位分享者。然后我就突然印象当中，我好像最近有近距离的听过现场他唱歌哦。等一下有没有唱我不知道啦，你们的机会稀少。Victor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我这么讲？那一天 Victor 在新加坡的家他就买了一个新的卡拉 OK 机。然后呢，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就邀请了很多伙伴去到他的家唱歌。好，那么那时候我比较迟到，当我一到的时候全部他的团队的人就在客厅，很大的客厅在那边抢麦克风唱歌抢啊，在那边一直唱，好听的都有，不好听的也是有。不过不重要嘛，对吗？最主要就是大家自己人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管它好听不好听，自己人聚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过程了。哇，全部唱完了，到我了！哇，抢麦克风唱。哇 ，Victor 也唱，每个人都唱。结果接下来这位分享者呢，他就比较后续到了。就他后续到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跟拿督在开会。哇，聊天。结果聊完的时候，他们就走来客厅他就唱歌啊，新的卡拉 OK 机啊，哎呀，好像很久没有唱歌了他说哎呀，就唱1-2首歌就好了。结果他跟其中一个伙伴圆会先从他开始他先拿起一个麦克风，他就点了一首歌。那一首歌一播的时候，大家就还在那边聊天，嘻嘻哈哈，在想下一首要播什么歌，下一首谁的歌，下一首谁唱呢？还在讨论着。结果这位人物，他一开始唱的时候，大家全部假装好像没有一回事这样，然后就全部在那边。结果他唱完了过后他就我唱完了，到谁要唱？还有没有人要唱？马上没有人敢拿起那个麦克风。结果过后只有他跟袁慧2个人Nora 2个人在那边自己唱自己爽。那么我们身为听众老实讲真的是很幸运那一天。单那种歌声，那一天离开 Victor 的家过后，我们2个发誓，也不是发誓啦，开玩笑的就讲说，这一生这一世，我们再也不要唱歌了，因为他们把这个标准拉得非常非常高。过后我就发现到，原来他以前的行业是跟唱歌有关系的。也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扮演非常了不起的角色，在他之前的那个领域。然后进来 Riway 我就开始去了解他，认识他。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速度很快，今天我也不谈这个速度的东西。你看有时候我们说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或者哪一方面也好，不要看那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他的银行账户有多少钱啊，或者说他挑战飞马用几个月这些，有时候从小细节上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大概观察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对不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我们在安排某些名单上的东西。那通常名单上的东西，你看经过了第1个人，去到第2个人，去到第3个人，要把这个资讯传回给第1个人的时候，通常他就会吃很多时间的。问题就是有一次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在安排3天2夜课程的一些名单的时候，这个名单我发给他，我也没有谈多，就简单的解释了一些东西。结果我发现到他拿着这个名单很认真的看了过后，自己本身想了过后，思考了过后，他很整齐的很有生产力很有效率的又把这个名单发回给我们就一瞬间
那时候当我收回这个，因为我原本已经准备等1天来收到这个名单了，结果单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发回给我了。而当我一拿到这个名单，你看我们讲说，尤其来到名单的，我们尽量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不要发了这个名单给别人，结果人家看了，哎呀又很麻烦，又要自己去调这些东西，好变成说浪费别人的时间，也让人家很难去了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发给他的名单已经够乱了，他整理完所有的名单发回给我，我看了过后，我一眼看，我马上就了解他要表达什么了。甚至说这一次的培训会也好，你看他非常认真的一直打电话说，有什么东西马上我们现在就沟通。我就告诉他，我们见面再聊，电话很难聊。不行啊，再等多几天都不行啊，马上就要知道我是他什么分配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单单这样的一个性格，就足够让我们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从一个人的身上找到这种小小细节上的东西。那么如果小小的细节上都能够扮演到这么好，我真的不能够想象，当大任务大责任来到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远远具备这个条件，把他扮演的最出色，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位人物是谁呢？真的必须要用在座各位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飞马领队7 Celeste。好，谢谢大家。我觉得如果我上来我不唱一首歌的话，我真的对不起啊燕啊。没有，我们也在唱歌啊。那首先呢，非常感谢在这个时间依然留在现场啊。那么在等待我的分享的所有的伙伴，那么我希望接下来我的分享呢，不会让大家失望啊，因为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就听到2个小时，就知道不容易。但是刚刚我听完我们前面2位非常优秀的飞马领队分享完以后，我感觉他真的比我想象的要难很多啊，真的是难很多。要讲2个小时啊，然后还要让人家不打瞌睡啊，含金量啊这些东西，我有点后悔，我准备的资料有点少。没事，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Celeste 张啊，那么我是目前的绿威的飞马领队7，我来自绿威37，请多指教。那么首先呢，我要恭喜一下所有在座的伙伴们。刚刚我们的玉恩上来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就是说这一群人有可能在接下来将是占领绿威最重要的一个市场，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可能那非常可怕的业绩就从你们当中产生出来，对吧？对吧？对，所以你留下来。好，那我也非常恭喜大家，我们香港的分行即将要开幕了，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在香港买 Pertier 就等于买了一个港版的念慈庵，这是我的丽娜，我的飞马领队2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好，那么就是说，2019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基础要扎实啊。恭喜所有在座的伙伴们，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香港属于什么国家？好了，你们知道就好了啊。好，那么今天我的主题呢是从高处到高处。那么这个高处呢，我们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就是可以把它形容成在一个行业里面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到高处呢，可能它的意义呢，就是说一个突破的过程。你已经到了一个高处，然后再到一个高处，它是一个突破的过程，或者可以说，它是一种内在的成长啊，和一个
一个过程。那么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歌手，刚刚阿燕有说啊，我们的香港区总经理有说，我曾经是一个歌手。大家也很多人知道我曾经是一位专业歌手。那么很多人也知道我在入位的速度很快，啊，真的很快。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两个身份没有办法嫁接。哎，这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销售，更不要说直销，没有任何的直销背景。为什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的一个人来到了瑞威，他可以成为一个目前速度最快的一个人？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之前他在他的行业，这个歌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歌手啊？经历过什么？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因为我没有谈过。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那么我想呢，其实可以跟大家聊多一点啊这一方面。那么反正2个小时嘛，对不对啊？哎，我上台的时候是几点啊？5分钟前吗？啊，好了，好，我以前，那么可以从刚生下来开始讲嘛。40年前，我出生在一个文艺氛围很浓的环境。我的爸爸是一个音响工程师。那么我生长在国内啊，在中国，你们大概都会听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叫文化大院，里面住着所有剧团的家属的人，所有的剧团啊。那么我就是出生在一个文化大院的孩子。那我在一个歌舞的环境、音乐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从小我就能歌善舞，兴趣也有，天赋也有，所以自然而然的，在我14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地最高的艺术学府，然后成为一个舞蹈的学员啊。那么我在2001年的时候，然后就是以一个获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学生的一个身份，考入了新加坡的这个 NAFA 南洋艺术学院表演系，然后然后就成为了一位留学生啊。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了一个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就业问题。当年的新加坡，2004年的时候，是一个文化沙漠，可以这么说。一个搞艺术出身的孩子，他很难找到一份薪水很对口的这个工作。所以我毕业以后，我第一份工作呢，我是在一个广告公司打杂，月薪800新币。那个时候我租一个房间住要600，还要吃还要乘车所以其实钱都是花得光光，很紧的。那我在那个广告公司打杂的日子，我做了3个月。我的那个老板他非常知道我很会唱歌，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么会唱歌的一个人，在他这边打杂，有一点浪费人才了那么在我人生第一个契机转折点发生的时候，我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他有一个朋友，他在这个新加坡的文艺圈有一定的人脉。那么他有一个朋友叫齐志全，可能这个名字你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说他的作品，很多人知道。张学友跟陈慧娴有一首合唱歌叫《爱和承诺》，大家知道吗？《爱和承诺》的作曲人齐志全。那么有一天就跟我老板见面说，最近新加坡有一个很有名的，当时很红的乐队在缺一位我们讲 lead singer， 就是女主唱，然后就向社会应征。然后齐志全说，我可以推荐你有什么人吗？然后我的老板大力的推荐我，因为他觉得800块真的很委屈我。那当我听到那个薪水的时候，其实我在新加坡毕业的时候，我是希望找一份工作，就是比较稳定的，不想吃青春饭的。但是我听到那个薪水是我800的薪水3倍以上，我就觉得哇，我需要这个钱。然后我也很喜欢唱歌我就去应征了。我去应征，非常顺利的，我被录取。所以录取了，不是从此平步青云哦。
2004到05年的时候的新加坡对中国来的艺人并不是那么友好，并不是那么接受，包括市场，他们也不习惯，不像今天的新加坡，非常的融合融会贯通中国的艺人在新加坡也可以很红，当年不是这样的。那么在当时的音乐圈子里面，这个圈子里面，我是可能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就是这样子从外来的一个中国歌手中国籍的歌手，你可想而知有多痛苦，真的很痛苦。你很难去跟他们的文化可以对接，你逼着自己要去结交这些新加坡人。当年的中国，我们的祖国母亲可不像今天这么有派头。当年奥运会还没有举办的当时漂泊在外的中国的学子们，生活没有现在这么好过的所以有时候有一次老板跟我说，哇，他说他在夸我了，他说我很有悟性很高，然后没有任何直销背景，然后学得这么快，好彩你没有做什么屁歌手，简直是浪费了。他说，但是我就跟老板说，如果没有那些年在市场就作为一个歌手那种锻炼那种情商的磨练，跟人打交道的那个能力还有各方各面的能力，那种受委屈的能力隐忍的能力可能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那么可能我遇到瑞威，我也不是准备好的那一个我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个乐队待了大概1年8个月的时间，凭着我自己的努力还行，小有名气小有名气。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一个机会，我一个干姐姐，那么帮我牵线搭桥，让我跳槽到当时新加坡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上市娱乐公司，那成为了一位正式的签约歌手。那么我从此在那一间公司呢，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开荒牛台柱那么我在那公司其实后来一直待了10年的时间，我最好的青春奉献给了那个舞台那么当时的我认为的高处，我觉得什么叫高处？我想要发唱片，我想要开自己的演唱会，我想要成为一位节目制作人。我花了10年的时间，这些都实现了所以以前作为歌手的我，就是一个很专注于工作的人那么今天呢，我看大家可能一直在看一些培训的这些视频或者是我们来看一看美女好不好我这个照片，我跟你讲，在绿威认识我的人看到我这些照片呢，就完全不能接受，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从绿威认识我的好多伙伴，就觉得我应该从我妈的那个娘胎里面跳出来那一秒就是穿着西装的，你知道吗？所以不能接受我那个之前的歌手的那个这个是你吗？所以我今天来醒一醒你们惊吓一下你们好，那么这张照片这个还是暂时看不到脸这张照片是2008年我的第一场个人小型的一个演唱会，可能有1000、2000人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小型歌唱的开场，就是一开场我就挂在上面。2008年5月27号，那个时候我们的老板林文峰刚刚开了绿威，他还在他那一间破破烂烂旧旧的小办公室里面割着他那个第一代 Pertier 那个外壳，有没有？不懂他第一套卖出去了没有的时候，我已经做飞马了。掌声来点好不好？你看，我后面我待会会讲到飞马的一些特权你看这个翅膀就是说我当年的我就比老板先想到了。我觉得老板可能是偷我的概念，有没有就是我觉得一个
白色的翅膀在舞台上这样唰，在后面这边打开，那非常的感动人，会让人那个毛会站起来的。所以我把这个定为我开场第一幕就挂在空中啊，然后可能以后瑞威的那个天龙首席可以挂在空中，啊，所以当时这一场 show 从选歌、音乐编排、服装、舞台设计，一切都是我个人一手操办啊，所以这是当时的我的演唱会的第一个序幕，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当时演唱会那一天的一个造型，这是当时的一个盛况哈。哎，这束花好像是小白送的，好像是是吗？我老公送的，当时他还不是我老公。对，这是我的演唱会，我非常开心。那么你看当时的，当时我的那些歌迷去我的 Facebook 拿我的那些照片 print 成一个那种什么像那种粉丝，然后在下面哇人山人海在那边挥舞，Celeste 什么那种感觉，真的哇，当时很爽，真的是好像是明星这样子哦。好，这是我的演唱会。那么这一张呢是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后来我制作了无数台的晚会，那么这是其中的一台以太阳马戏团为主题的一个画面这个是一个设计，那一场 show 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以前的人生，在我的这个事业里面，我也是非常认真的。好，刚才阿燕说没有的，他得听我唱歌什么什么，我觉得呢。你们没有得听我唱歌，我今天还真的准备要带一首歌给你们。我不是说我发过一张唱片吗？对吗？我说过吗？sorry， 我还没讲啊。其实，在那个10年当中，发过一张唱片，不是我的个人专辑啊，就是当时我们公司开1年就上市了啊，很了不起。那么当时就发行了一张纪念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是我们几个主力歌手的一张合集。那么我就有其中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曲，当时在新加坡有发行，我们也做过很多 road show 去推这个专辑，当然卖得不怎么样啦。我那一首歌，前段时间我去把它找回来，我剪了一段，不要整首了，太长了剪了一段，然后呢，今天把它翻出来。给大家听一下嘛，我们大家听听歌，醒一醒。然后呢，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顺便做一些运动。就是他这首歌不长，我剪了大概1分钟多2分钟这样，我们就跟着节奏一起拍手，然后顺便欣赏一下我的歌声。我告诉你，这首歌阿燕也没有听过 ，Victor 也没有听过，每一个人都没有听过，只有我老公有听过。所以呢，珍惜一下，以后不会再听到了哈。所以呢。这首歌呢，待会你们会看到那个照片，那个造型，就是当时发专辑的我的那个造型我的那么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听说》那么待会我们就跟着节奏一起打拍子。三的各种结果，也看不去纵人三昧。
美吗？这种人会做直销吗？你想象一下，几年前，如果你一个朋友，这个是你的朋友，你会去跟他说 Rive 吗？你觉得他会做吗？啊，不会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会。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对我的行业，就是对我的兴趣爱好非常有追求的人啊。然后在我的工作我会很专注的人。你这搞艺术的人啊，他有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高傲、清高不是轻易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其实，在外界对搞艺术的女孩一直有一个一竿子打死的一种那种看法是错的，就以为说这一行的女孩就特别拜金啦，特别物质啦，还真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啊。那么我呢，就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种只看物质的人，精神上是有追求的人。所以如果我只看物质的话呢，我看18岁那一年我就已经嫁掉了，是真的。不会出现在新加坡，我是21岁才来到新加坡的。18岁那年，向我求婚的这个人，对方的这个实力不是开玩笑的一个人。那么在成为歌手的这些年来，真的，你粉丝很多，追求者会少吗？多有钱的人我都见过，真的但我都看都不看，我选的小白马，是不是啊？白爷，所以我很难为了钱去做什么基本上不会，是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跟兴趣爱好的。所以你看，从那一个舞台转战这一个舞台，基本上是不可能我当然唱歌是一个青春饭，你不能唱一辈子曾经我在我以前的工作，我已经是可以说是天后级的人物。我说呼风唤雨一点都不夸张，在那个公司。但是你的那个高度，它是会掉下来的，它不受你的能力控制。因为那个行业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我管你再厉害，你都要退2线、退3线你控制不了。不像我们今天Rive的飞马也好大业级的领导们也好，他想要维持在那个高度是可以创造的，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改变很多突破的。而在我的行业，你再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永生不老你是年轻人的天下。但是无论如何，我没有想过我要转行来做直销很难，很难，应该很难。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却意外的转的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容易就转过来 Rive 这一边，并不是我喜欢直销。到今天我还要跟各位说这句话：直销不能做，只有 Rive 可以做，这是真的，真的。因为这个行业太讲运气了，你要碰到一个好的老板，归根结底你要碰到一个好的老板。这个行业太容易碰到个有良心的老板那么碰到个有能力的老板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我转得很容易，不是因为我喜欢直销怎么说呢？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支撑点。那个支撑点非常的关键，好像刚刚妹姐她有谈到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来？可能有一些人的支撑点是因为看到台上某个领导人，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很多人，今天我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那个学习的对象，可能你想要成为我，甚至你想要超越我你来了这个也是一个支撑点。那么当时我的支撑点呢，就是我的爸爸。我爸爸吃了这个产品，他收到的效果让我无法忽视，让我无法视而不见。所以接下来我要谈的一个很关键的重点，成功的关键支撑点。我经常在跟一些还没有加入的伙伴分享，如果你不吃产品，你很难
把你休想可以这么说，把这条路走得漂亮。空手套白狼，它的成功率可能只有0.00001%啊，那等于说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支撑点啊。你看这个支撑点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你去推荐市场，你去推荐这个产品，我不管你的口才再好，人脉再好，能力再强，你没有吃过产品，你身边的人也没有吃过产品啊，没有家人也没有吃过产品，你只是靠着你的口若悬河，靠着你的这个能力去卖这个产品的时候，当你遇到刚刚梅姐讲的平均的规律，那9个不买的人，1个你可以接受，5个你可以接受，10个你可以接受，可能20个你也可以接受，50个呢？100个呢？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之间你会怀疑，是不是这个产品太贵了？是不是直销太负面了？啊，是不是啊？你会找很多这种客观的因素咯。啊，你会觉得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因为你没有底气嘛，啊，你没有这个支撑点。那么同样的，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他乖乖的吃产品，他吃得非常好，或者他的家人吃得非常的好。同样的，他去推荐市场的时候，他会遇到拒绝啦、负面啦，然后甚至是诽谤啦，还有各种各样难缠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他推荐不到人了，撞墙，一直撞墙了。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产品吃得非常好，他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我推荐不出去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够让人家相信我？他真的好了，真的把我爸吃好了，为什么他就不相信的？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我是不是讲的东西含金量不够高？是不是我我的这个能力不够强啊？是不是我推荐的时候我讲太多废话啊，让人家嫌弃我了？你看，他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因为那个强有力的支撑点在后面支撑着他。他不会怪产品，他不会怪平台，他会怪自己啊，他会去学习。那么只要你肯学习，平均的规律，你总会遇到买的人，你总会遇到对的人。那么我也跟很多一些在已经加入的会员，他们有一些人，他们拥有支撑点，他们曾经吃产品吃得非常好，或者他要成为谁，可是在往后的岁月的磨练跟打磨跟那种风浪里面，他会忘掉这个支撑点啊，一点点哇负面啊什么啊就要放弃啊，然后就忘记当初为什么自己要做。所以我经常会提醒这样的一群伙伴啊，他之前为什么你要来？我有一个伙伴啊，那么我告诉你他的见证讲出来我都觉得有点像太上老君，你知道吗？就是仙丹，你知道吗？他多年前做了一个手术，把他其中一个脏器切除了。那么在多年后，他遇到了 Pertier， 然后吃着 Pertier 一段时间后，他去体检，他发现他这个器官长回来了。这种见证我是不敢卖了，反正我讲了也没人信的啊！我没有卖过，真的没有卖过。我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伙伴呢？他是一个很火热的人，不过他那个热度有时候会那个火会就是这样的啊！你看他的见证这么强，而且他自己在那边笑啊，他见证这么强。而且这个器官长出来，在他家不是他一个人哦，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庭成员也有这个见证哦，那个很夸张，反正我是不会卖的那个哈。那么应该说他的支撑点很强，不他都会摇摆，因为他的团队也不小，有时候团队的问题来的时候，市场的问题来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在你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他就漂移不定了。前段时间他发我一个信息，他说他发给我看一些东西，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怎么搞。然后呢，我没有太多的跟他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没有跟他聊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怎么地，我没有讲了2-3句而已。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不管今天发生任何事情，这个产品把你这个器官吃回来了，不是吗？
我在提醒他，你管那些你能力之外的事情在发生，你也管不了。你当初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做？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你为什么你要你明知道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开始？当初你为什么要开始？因为它给你带来了健康上无可取代的效果。所以你看到这个市场，你想要去克服那些问题嘛？那在过程中不要忘记他，我在提醒他不忘初心。我这讲你的那个都吃出来了。果然过了大概1个多小时，他给我回复的信息，哇，正面的要命啊！哇，余威是吗？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做领导人，你不是说那个问题来你就要跟那个问题在那边较劲，不需要的。你可能换一个思维啊，可能解决问题更快啊。所以呢，那么也就是说，在 Revay 这个平台，我们要有这种做事情的这种，就是说，你不要管那些难度，一定是会有的啊！怎么会没有难度的工作呢？啊，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啊！但是你要永远记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支撑点一路支持着我奔向飞马，就是我的支撑点。我的支撑点就是我爸爸。我爸爸肺气肿很严重啊！我爸爸，我不夸张的说，这个产品延续了他的生命啊，要不然今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所以给他很有质量的这个晚年生活。那么这个支撑点在一直支撑着我一路向前，奔向飞马。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打飞马？做到飞马以后，是不是有多一些钱，就是飞马才可以拿的钱？如果有的话，我就打。我说没有，那打什么飞马？因为他们听到其他的一些公司都是这样的嘛，是吧？做到什么职级才有什么奖金，很正常。因为那些就是这样的啊，市场上就是这样。我说没有，绿威没有。绿威没有那些坐享其成的奖金，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啊，各位啊，所以他没有，他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子。那么没有，那为什么要做飞马？那么我想了一下，我的答案就是说，一个业绩很大的普通会员，跟一个飞马最大的区别在于高度的区别，而这个区别直接决定了你的大可以维持多久。好，做事情的高度永远大于数量，数量再大，如果没有高度引领，就是堆砌而已。好，就像不管堆多少砖，都不可能变成美丽的建筑；写多少字，都不可能成为传世佳作。要先有建筑蓝图，我们的搬砖才有意义；要先有思想境界，写出的文章才有启发。好，那么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绿威也是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是很厉害卖产品，他很厉害做销售啊，很厉害做销售。然后呢，他也曾经推荐过很多人，那么他也曾经创造过不小的业绩，可是他却没有带团队，就是缺乏带团队的能力。那你缺乏带团队的能力的时候呢，就是你不会创造一个团队，你不会创造团队销售，你不懂得如何去带领一个平衡的团队业绩。好，那么只是你自己天生哇口若悬河，然后人脉很好啊，你凭着自己的人脉实力，你做到了一定的业绩。他这个业绩是可以很大的，不要开玩笑。其实有些人他真的很厉害的，做到这样的业绩。不过，当你到这里的时候，你不会教嘛，你不会做团队销售嘛，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带来的人不拥有你的能力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复制没有产生。所以呢，
成为飞马领队，成为一个飞马领队，成为一个团队的最高领袖。那么带领跟创造一个团队的销售平衡的业绩它是一个很高的高度，它不容易做到。所以这个职位它挑战着你各方面的综合能力所以飞马志在必得。那么我在加入 Riway 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大概4、5个月、5、6个月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飞马必须拿下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做到飞马，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继续，因为我不是飞马，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继续，我不知道如何去教、去带动、去推动别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做到最好嘛。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没有身份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飞马是一定要拿下，因为我的梦想是我带的人全部都变成飞马，所以那我自己，谁是我带的人？那我自己必须要先做到责无旁贷。所以呢，我就在我加入8个月后终于拿下飞马。拿下飞马以后说哇，到顶了，终于可以是吧？休息一下了，就觉得到顶了然后呢，就觉得说做到飞马以后，当你做到飞马以后，你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你看，我本来以为飞马是一个终点或者说上岸它其实不是上岸，是上天。为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星球大战》星球大战，那么你呢，只是在你自己的那个星球里面的那个 winner 那个赢家。你赢了你自己这个星球的这个战役以后，你就收到了一封星球大战的邀请书那个邀请卡，邀请你上天然后哇，你拿到了这个邀请卡，然后你就以为自己上天了，有没有？当你真的来到天上一看，哇，原来宇宙这么大这个就是做到飞马以后的感受所以这张邀请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飞马之夜的邀请函我第一次参加飞马之夜是在2017年的1月份，当时应该是第5还是第6届，忘记了，是在韩国的首尔。哇，当时真的很开心，做到飞马了，这么辛苦，拼了这么久，然后跟我老公2个人，哇，头等舱啦，然后怎么去到韩国，来到飞马之夜，很兴奋。我一进去，我看到，你知道飞马之夜，你们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晚宴，是 Riway 最神秘的一个聚会。参加的人身后打底1000万人民币的业绩，你才有资格坐在那张桌子，是不是这样？那个晚宴，我跟你讲，你不知道老板会谈什么东西的，你也不知道跟这帮人中龙凤坐在一起，你会收获多少好料我多么想参加所以去到那边一看到飞马之夜，我的桌子你知道吗？当时在韩国首尔冬天嘛，我就看到我桌上有一个飞马的冰雕。好漂亮我觉得哇，好漂亮我看到那个冰雕，然后我抬眼一看，然后我前面的桌子所有飞马的冰雕都比我那一狗大，就我们最小的那个所以这一次刚刚结束的第10届飞马之夜在非常具有英皇气质的伦敦我们刚刚从伦敦回来，这次在伦敦很有意思请了一些特型演员，所以我一些会员问我说：“哇，英国女皇都去参加你们的飞马之夜啊？”我说：“对呀。”还有 Mr. Bean 还有那个007很有意思。那么这一次人数真的很多，所以呢，很有皇家气质。那我想呢，在这里呢，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Riway 最神秘的一场晚宴。
飞马之夜来到现在这个时刻，已经第10届。到今天为止，我们有168位这么了不起的飞马领队，刚好是16发1发。我觉得接下来10年应该会是非常精彩的，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丰收。那么会不会有丰收？绝对不是因为这些数字，就因为在座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人，来决定到底他接下来10年会不会有很大的丰收。那么我看到这样的气势，看到这样的气场，没有丰收都不可以。好，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可以。飞马之夜，好，这一次飞马之夜，我有2位团队里面有2位新飞马也参加了，当然他们也参加了。他们参加完之后的感受，我告诉你，跟我当初差不多。你知道他们分享，他们说，我这么辛苦，我克服这么多痛苦，我脱这么多层皮，我成为飞马领队，我就是为了参加瑞威所有的会议，我坐前面。他说，然后打完飞马以后，参加了第1场会议，飞马之夜，一进去坐最后一桌。所以你看，老板多棒，对不对？你看，你想一下，你站在公司的你站在老板的这个角度，你打完飞马以后，哇，你就觉得哇，你就要有一点想要膨胀，有没有？有点想放松的时候，然后老板安排一个飞马之夜啊，然后你一去到那边。老板就一盆冷水把你从头泼醒到脚，你的路还长着呢，是不是啊？马上哇，所以给老板一点掌声好不好？太棒了啊！好，那么接下来你已经做到飞马，对吗？我已经做到飞马。那么它是一个高处，它是瑞威人的终极梦想。那么今天我的主题是从高处到更高处。所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瑞威的这个更高处有些什么风景。瑞威这个公司，刚刚我已经讲了，它不会在这个一些不该在的地方分一些等级，就好比拿一些不坐享其成的钱，这是不对的哈。它会在别的地方给你满足感啊。那么。瑞威是一间等级森严的公司。你看我们公司的大型活动，你去观察所有领导人的排位、座位，绝对不会排错的啊。然后你看他们坐的位置，知道他们大概谁先达到，谁后达到。如果同样一个级别，那么左边比较大。你看这种东西很细节的东西，为了什么呢？就是给你一种被认可被尊重。这里我就要谈到瑞威的一些特权，一些特权。那么这个更高处的一些特权，首先你要成为精英领队，就是孔雀级别以上。当你达到孔雀级别以上呢，你就会开始享受一些特权。好，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瑞威的会议每一次都是哇，动辄除了我们这种比较新的市场，动辄就是1、2万，然后不然去到6、7万的。你要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上厕所。我记得在我2016年的8月参加台湾的那一场领袖培训会的时候，我刚刚做到孔雀，我还没有习惯我这个孔雀的身份。然后那个会议结束，那个不是结束，就是阶段性的一个讲师讲完以后，不是休息时间吗？我就拎着我的包。我看他几时讲完，差不多说可以休息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孔雀的席位这样冲过去。然后有一个经理就拦着我，Celeste， 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去上厕所。然后那个经理就跟我说，你不用去挤那个公用厕所，你可以上 VIP 的厕所，在舞台后面。然后我就看过去，没人。
有人我进去遇到谁？我们的副总裁 IVC， 我觉得哇，上个厕所可以遇到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就跟他多聊了2句哈。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精英领队一个其中的一个特权。那么然后呢，我上完厕所以后，我就被邀请，就像刚才我们所有精英领队邀请到 VIP 室用餐，里面有非常棒的 buffet， 那种很好吃的，你可以吃2天都吃不完的还有甜品，还有什么，就是，然后我就哇，好爽！第一次可以在 VIP 用餐室跟一群很厉害的人坐在一起，老板也在吃午餐，我就拍了一张照。拍了个小视频发进我的群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跟我一起去台湾的几个伙伴，然后就回复我一个，你就好咯，可以在 VIP 用餐室吃咯。我跟你讲我现在饭盒都领不到，我饭盒都领不到，那个饭盒被有一些人可能特别饿一个人领3个饭盒。排到他的时候没有饭盒，我现在要晒着太阳去马路对面的 7-Eleven 买面包吃，便利店买面包吃。所以这个人呢，今天已经做飞马1了，就是我们 Nelson 当时他就发牢骚，这也是激发他后来打飞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看，这种特权它会激发人那么精英领队还有什么呢？1年有2次精英领队之夜。这个精英领队之夜呢，就是所有的精英阶层，我们会1年2次全亚洲的飞一个聚会。然后呢，准备发生的这一次将会在4月份，日本的京都。这一次有一个隆重的化妆舞会。这几天我一直在烦恼我要办什么，绝对不是一个面具就可以打发的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烦恼爬头。要办什么？因为老板说了，奖金他是赌身家的，不要开玩笑。如果你是那个不认真的领导人，他包你后悔那个奖金的数目。以老板一贯的作风，我一定会拼了就是一定要。我听说有一些领导人把他那个道具已经提前几个月运去京都了，这种好像那种变形金刚那种什么那种。哇，很夸张，我很期待。你看，这个每年有2次精英领队之夜，老板会想出各种各样的 idea 来取悦所有的精英领队们，甚至很多飞马领队会在台上跳舞、扮小丑还有大领导，然后唱歌反串反正你会的，老板是不会让你做的，他专门做那种你不擅长的那种就取悦所有的精英领队们。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精英领队特权。那么飞马有什么特权呢？飞马的特权，那么闪现在我脑子里面，第一个就是白色。在绿威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绿威的表扬大会，只有飞马领队才可以穿白色。你去到绿威的表扬大会，你会看到很多一些穿白色西装的，很帅、很美、很酷的一些男生女生，这些都是飞马领队。曾经我有一个伙伴，他跟我说：“我去参加你们那个表扬大会，我可以穿白色吗？”我讲：“可以啊。”最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咯，有一些会员会冲向你：“飞马，来跟你拍个照。”一看，你不是最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已然后说那算了。所以白色也是一个飞马的特权。那么白色之后就是翅膀，飞马翅膀。你不要小看这个画面反正那是深深的触动我要打飞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飞马领队他们从那个升降台这样升起来，然后他们站在那边，然后那个后面一双巨大的翅膀，啪！我跟你讲，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这就是一种被尊重、被认可。一种那种很爽的。有时候我经常讲，我在公司谈人，然后那个大墙那个 LED 就会放一些飞马那个翅膀，然后舞台升起来，我会瞬间热泪盈眶的，因为我深深的知道这双翅膀承载了多少，我深深的明白多难，它代表着什么，多么神圣甚至我们有一首歌，老板写的会伸出骄傲的翅膀，专门唱
的翅膀，所以这也是飞马的特权。那还有什么呢？我们飞马商务舱，是不是？这一次马上就要发生了，3月1号，我们就在3月4号在纽约有一场最高峰会议。那么能够参加的这个职级的限制呢，就是麒麟以上，就麒麟领队、天鹰领队、飞马领队都可以参加，不过只有飞马领队有商务舱的待遇。所以商务舱你知道新加坡飞到纽约的商务舱多少钱一张票吗？1万多新币啊，很多人3个月工资啊，很贵就是我觉得绿威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飞马领队，平时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做商务舱，并不是说飞马们出不起这个钱而是公司想要贡献，他总是想着方法，想出一些点子来讨好他的这些飞马们，给你更多的特权，给你更多的感觉，被爱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个公司，他做这些东西完全是多余的你不买这些飞马也是商务舱去的因为18个小时所以呢，我觉得公司真的很有爱给你很多这种特权。那么飞马之夜呢，对吗？这些飞马之夜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每年这个2次飞马之夜呢，必须要带另一半去，就是你的爱人不是情人是老公正房为什么呢？因为飞马领队都很忙，有时候很多时间要贡献给组织，贡献给那个团队。那很多人不喜欢去玩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年有365天，他会做367天那种的很多飞马都是这样的。所以老板弄这个飞马之夜，就逼这些飞马一年至少有2次，你要带着你的家人出国，享受一下，放下一切的工作。所以要带。那老板会在有一个传统的环节，老板一定会感恩飞马领队的另一半，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飞马也不是飞马，也不会成为飞马，也不会做得开心所以他连你的家庭他都照顾到那么飞马领队还有什么特权呢？比如说每次住酒店，房间特别大，公司给你订的房间特别大如果你是飞马几，我跟你讲，你那个房间可以在里面溜冰有些领导人还说怕鬼，不要给我订这样大的啦，我怕鬼那你不要做飞马舞啦。我们的芳那今天还在讲大到他怕鬼，你看那其实对于飞马领队来讲，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飞马游艇。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老板突然间手上多了一笔多余的钱，那普通的老板会把这笔钱塞在口袋里面。老板想，这笔钱我要怎么花？我要怎么用体现它最大的价值？然后老板决定拿这笔钱在意大利买了一艘非常漂亮的游艇，这游艇起名为飞马游艇 Baby Pegasus。那这个飞马游艇呢，它有一个规定，只有飞马可以带着家人上去玩，而且所有的飞马拥有无限的游艇的使用权，然后你随时可以开船出海，有管家有船夫有什么，然后你要吃火锅，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帮你安排，公司帮你安排的美美的，然后那个细节做得非常的好那么这个飞马游艇2015年一宣布，轰动整个旅威。不过当时我还没加入我还在卖唱所以那个第一批能够登上飞马游艇的飞马们真的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后来看过很多飞马游艇的一些视频，很多飞马带着家人上去做了很多很感动。我记得有一场培训会 ，Effendi 他播放他那个带着他全家上那个飞马游艇的那个视频，我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我哭得稀里哗啦，真的太感动我了那个我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第一支飞马游艇的那个视频，就是老板带着副总裁们，然后还有我们的第一批飞马们在上面把这艘游艇开到了普吉岛
的一个视频，我相信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们来欣赏一下飞马游艇。爽吗？我跟你讲，我加入以后，我看到这个视频，我简直是不能睡。我跟你说，我觉得哇，游艇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你只是赚你该赚的钱，然后你去，然后他额外他会有这种东西奖励给你，这是 bonus， 这是一个你没有想到的。我一看到这个，我觉得哇，非常被激发，我就很想带我的父母上去。因为你看，有些人呢、他看到这种视频就哎呀，游艇吗？我也是可以去租的啊。你看，有些人就是这样啊，我不是，我想哇，我一定要带我的父母上去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玩，在他们有生之年啊，在我爸还能走的时候，我一定要努力。所以，但是呢，我有一个更疯狂的想法啊，你们知道飞马游艇只能飞马上去，只能飞马带着家人上去。飞马游艇不可以带团队上去，带你的下级上去啊，带朋友上去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游艇没有任何的价值，它就不叫飞马游艇了，别人就不会为了能够拥有这艘游艇去突破自己。
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特权啊。那么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我想要带着一群我的朋友上去开 party， 就是说就是说只有飞马能上去，意思就是说我要带一群飞马上去，那是很难的啊。所以这个在我脑里面很久了啊。然后呢，30个月的时间，这个终于实现了啊！看一下，好看吗？这是这是在去年，我带着我的9位飞马，然后去了 Baby Pegasus。你看，全部是帅哥美女。你看，然后呢，我们其实当天呢是新加坡的那场精英领队之夜，当晚精英领队之夜一结束，我们衣服都没有换，我们就上去开了一个 party 啊。然后呢，因为叫我10个飞马嘛，所以叫10全10美的一个 party， 在上面喝香槟啊什么，哇，真的是很爽。我的梦想实现了。原来当它实现的时候，那个画面比你想象中还要更美。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团队里面会出现这么多帅哥美女的，而且又这么好看，是不是啊？所以，真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啊！那个感觉。好，那么讲到这个带一帮朋友上去，带了一群飞马上去开 party 这个事情啊，其实它差一点实现不了。有一个小插曲。其实那个时候呢，我想要促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老板就给我一个建议。老板说，不如这样，你把这个活动安排在那个时候的那个精英领队之夜当晚。他说，你不要安排2天，你要安排当晚。精英领队之夜完以后直接上船。为了你，我们把船从印尼开进新加坡。大家知道，飞马们都知道，这个飞马游艇不是常常停靠在新加坡的，它会停在马来西亚或者印尼。然后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当时说哇，这个 idea 真好啊！然后当晚就去开一个 party， 第2天再换上白色的西装，然后水上运动，就是一个2天的活动。我就这个好，这个好。当初，然后我们就按这样去办了嘛啊。那大家知道，我团队里面有各个国家的飞马。那么当时我们这个 idea 一说要做的时候，他们就只是来新加坡，不会再办别的签证啊，也就是说不能出新加坡了。好，在这个零发生前的不到1个礼拜，几天的时间，突然间我接到一个电话，Ivy 跟我说，我们的船开不进来新加坡，因为已经有很久没有开进来了。新加坡政府换了一个 law， 换了一个规矩。就是之前的那个证书要更新，你才可以开进来。那因为很久不知道换了规矩嘛，所以就没有去更新那个证书。然后最后1秒才知道不能开到新加坡。不能开到新加坡的话，我的飞马们没有去印尼的签证，不是签证，是不能够出新加坡，他出了就出不来了啊，所以就死了，完蛋了。哇，当时我记得 Cordia 陪着我还有我老公。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一直陪着我们坐在那边到3点，晚上3点3点半，就他一直在帮我们想 idea，然后呢，老板也在那边帮我们想，他甚至老板想要动用他那些还没有成熟的一些，比如说他的私人飞机，他说能不能换这个什么，后来想不行想很多，扩大来说，不如这样，你就没有办法这不能实现的话，那你就换去开一个酒店的总统套房带这些飞马去玩，然后什么，然后我们就再找很多酒店的这些总统套房看怎么样，但是一直觉得说，哎呀，还是缺少点什么，但没办法要接受，甚至我们都去看了很多酒店的总统套房，就想要改，已经要改这个主意了。然后0发生之前的大概是1天 ，Ivy 打给我 ，Ivy 说 ，Celeste， 我想了很久，不可以放弃。他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不希望这个画面就这样不发生。
他们也希望发生这个画面。然后他说：“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去争取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解决掉。”然后在最后1秒，就是精英领队之夜当晚，我们就要去上船嘛。在精英领队之夜的下午，艾薇跟我说：“搞定了，船可以开进新加坡。”所以这么漂亮的画面实现了，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真的非常感恩有这么漂亮的画面。好，那么我们讲了高处它有什么样的风景，这个风景太好，不相信你来体验一下啊。那么对于我来讲，从高处到高处，有一些我在绿威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关键的契机点啊，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么接下来我要谈呢，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站。那么我们叫它关键的一跳，绿威15强。那么绿威15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关键的契机点，在我还是飞马1的时候，老板突然间好像是2017年9月份的一场最高峰会议，他宣布说，3个月后会有一场绿威15强的最高峰会议。这一场会议将会，这15个人将会坐着一辆私人飞机，从吉隆坡出发，去到杭州，开一场最高峰会议，15强会议。老板一宣布，全场哇，我就是那个哇的最大声的那个咯。当时的我只是一个飞马1，也就是说我必须2级跳，我要成为飞马3，我才有机会，可能才会变成一个15强啊。你还要不能太晚，你不能做到太晚，有可能你会在后面。所以当时，不过我听到那种消息啊，你知道我每次要讲这个，有一些人听到这种消息，觉得哎呀关我什么事？然后哇，私人飞机嘞，哎呀，私人飞机而已嘛，不就是坐飞机而已咯，有什么了不起？是吧？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不是的。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哇，私人飞机耶，这样在那个飞机上抽烟会有什么感觉？在上面吃鲍鱼是什么感觉？啊，然后哇，那种感觉是你会去想这些东西哈，所以就是那种打破规矩的感觉啊，就是非常有特权的感觉啊，很吸引我，然后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因为一切都没有准备好，一切都不在状态啊，所以哇，你知道一个人当他有了目标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种战斗力，天天抓着我那两位要打飞马的伙伴聊到晚上5点，想啊这怎么弄啊，怎么去搞啊，这些东西天天啊，所以后来如愿以偿做到了绿威15强，所以如愿以偿啊，那么可以成为这个私人飞机其中一个乘客。我非常的庆幸当时的选择，这对我后来绿威的生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私人飞机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15强最高峰会当时在杭州，当时在15强，我记得我倒数第3名，就是在15强里面，2017年的11月吧，倒数第3名做到的，在15强里面我还是一个真的当时哇看到很多大咖，我还记得在杭州那个酒店的 lobby， 我们那天跟副总裁跟一些很资深的一些飞马聊了很久，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人以前你要在绿威的政商杂志上面看到他们而已。你没有机会跟他们太近距离的接触，就算见面也只是哈拉拍个照，然后哇你好厉害哦，就是这样而已。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太多的东西。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就在那个酒店的 lobby， 然后聊天然后哇真的坐了很久，就聊了很多东西。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得到那种被尊重的特权，第一次感觉自己有资格跟这一群人坐在一起，他们把你当成一个，就是说，他不是把你当成一个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会员在这边聊天，就是在聊一些东西，哇，觉得太舒服了，那个感觉太爽了所以瑞威15强就是成为飞马3，从飞马3开始，可以说真的如老板所说，就是说，老板上次曾经形容我做到飞马3以后，就如那个从小没有吃过肉的一只老虎，突然间有一天闻到了血腥味，你知道吗？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开挂。那么，所以开挂就是说目标更高处那么，在加入绿威，从加入到做到飞马几应该是30个月吧，30个月的时间。那么短短的30个月时间，我的团队里面精英领队将近40人，其中15位飞马领队，成绩非常好，很棒，很感恩很感恩。那么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看，当一个人他达到了一种境界的时候，他会去追求一些东西，他会去挑战一些东西。这一种追求，你没有办法用一个那种，比如说你都不缺钱，比如要不然就是你团队难道没有人做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没有办法用这种太基础的欲望、这种需求来理解这种追求这种追求叫做自我实现，它是一种很高级的追求，它跟钱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缺不缺钱的问题，也不是有没有人做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拥有的一种可能说能力一些方法，那么那种挑战自己就是那种你会问你自己，你还能做得多好？你还可以去到多高？你还能做怎样的贡献来让团队更大更稳？你还能够帮助多少人？就是你会自己挑战自己，自己跟自己较劲你想要看自己能够去到怎样就是这种感受。那么在过程当中呢，你会忽然间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挑战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会忽然间发现，你控制身边事情发展的那种能力越来越强，那么你可利用的资源就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比如说钱刚刚梅姐有讲关于钱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字你就觉得我视金钱于粪土刚刚梅姐已经讲了，你没有资格讲，除非你已经拥有了它你才有资格讲这句话所以钱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解决世界上你生活上90%以上的问题，它是个好东西来的，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刚才我谈的那个
我们那个飞马游艇没有办法开进新加坡的时候，Claudia 在帮我想办法的时候，他跟我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去找那些很好的总统套房，然后你请厨师啊，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我们想都没有想，立刻找，没有看价钱的，没有看，你如果没钱 ，Claudia 给你这个建议，这个租不起，那个请不起，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它会阻止你很多东西啊，所以你看，当你来到了这个高度，你不会缺钱。你买东西，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消费观念啊，所以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当时在选那个，我们选有多适合，有多美，有多爆那个风景，然后在想要怎么样，我们在想这些，我没有想说它多贵，它值不值，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啊。我就是要它至少能够代替游艇啊，能够代替一点点游艇给我的飞马们的那种惊喜。那种感受，我要这个东西，我不在乎钱，不在乎钱，你要先有钱啊！所以你看，你来到这个高度，你可以任意的做这些事情，这是很棒的感觉。那好了，刚刚我们说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大概有90%多，还有几%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有没有？有。好，也就是说，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还有人。我刚才讲，你可被利用的资源会更多，就好像当时我们想用钱去租一个很漂亮的总统套房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飞马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们期待非常高。之前我们在卖这个活动卖得很厉害，十全十美嘛然后哇游艇上怎么地，然后没有，所以你看钱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游艇开不进来，不是钱能解决的，而是没有证书。这是政府这方面的东西。好，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当你在这个高度的时候，你会认识一些跟你站得一样高的人你会甚至认识一些比你站得还高的人。那么这些人跟你成为了朋友，甚至跟你成为一个战友，成为同事。那么他们会帮你用他们的人脉、人际关系去解决你的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当时 Ivy 就是这样子，钱是解决不了的。他说：“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要动用一切的资源、一切的方法。他说：“我要去跟那个政府那个人谈，一定要这个船开起来。”动用很多的关系什么什么，居然就把这个事情给办了。这个就是人脉的这个，我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黄金人脉，我觉得是现今社会最值钱的东西。强人脉联手，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连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解决。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可以做很多很你无法想象的就是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种关系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那个人人脉关系网，所以我觉得，当你在这个高度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成为他们其中一位，你至少要成为这些人尊重的拥有这种特权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刚刚说的，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你以前你不可控的一些事情，越来越在你的控制范围内，而且你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多，这就是在高处的好处。那么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他们能做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你看绿威就好了，你看我们的核心管理团队，你就知道了，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可以在一个这么负面的直销市场，然后创立一个这么棒的绿威所以这一帮人就是我讲的，你要首先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突破自己的人，你才能跟他们更靠近他们才能可能有时候会帮你解决一些问题。所以那么我觉得说，那么作为一个要在高处，刚刚我讲了，高处它代表一个职位，可能一个高的职位，那么同样它也是一种内在的心态的一种突破一种养成。好，那么关于心态的养成
第一，我觉得你首先你肯定你必须具备一个强者的特质啊。什么是强者的特质呢？一个强者，他不是天生就强，没有，不可能，而是在不断的克服和突破之后，他变得强大。没有人呱呱坠地那一天，他就是超人啊。就说没有天生的强者，即便你生在帝王之家，你如果弱，你都可以把你的国给败了。所以，一个强者，他是经历了无数的问题的考验。然后他没有被摧毁，所以他强大。所以你首先必须你要成为那个强者，好。那么作为强者来讲，他有什么特质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也就是说，一个强者他永远不满足于现状，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特质。满足于现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你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瑞威的老板林文峰先生，他觉得够了，好，你今天刚刚加入，这就是你的灾难。怎么讲呢？就比如他觉得他够了，他不会再提升他的产品了，因为他够了，赚够了啊，他也不会再举办这样的活动，花这样多钱做培训，他够了啊，然后他也不会再跟你们这领导人聊这么多。因为他够了，啊，他不会花那么多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做一场6万多、7万人的一场，花这么多钱，几百个舞蹈员、歌手，然后哇，那个你刚刚你们都有看到，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够了。那你今天刚刚加入，你惨还是不惨啊？所以你看，强者他永远不满足，他不够啊，他不够。那么如果你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够了，哎呀，飞马7的嘛，对不对啊？我够了啊！如果你在我的团队，你可以想象你有多惨吗？就是说，我觉得够了，我再也不会再去你的团队，我也不会去飞到你的城市去帮你。甚至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对我满怀期待，以为跟了我以后就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其实暗暗觉得我已经够了。你觉得我还会付出吗？因为我够了。所以你看，满足于现状是多可怕的事情。如果你的这个上级推荐人，他也觉得他够了，你的感受会如何？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跟错人了？你想跟什么人？你大概是想跟那种一直在冲、一直在冲，每天叫你学制度、学产品，然后哇，鼓励你打级别，然后一直，你大概你必须要跟这样的人，因为他不够啊，所以。你只有跟到这样的人，你才会成长，你才会达到你当初加入的时候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去怨恨你一些上级，整天就叫你们为什么要打级别，为什么要叫我打级别，这些要我怎么地。你要感恩你遇到这样的上级，给你换一个不理你的、不鸟你的，你痛苦啊！我跟你说啊，没有人要带你。所以说，不满足于现状。很重要，这是一个强者的一个基本的特质，他不能够，他够了你就完蛋了啊！他一定要想要突破，才有你每天发光的一天啊！好，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一个强者他要不满足于现状。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用吃亏和委屈来喂大你的格局啊。格局是要喂大的，你要把它喂得饱饱，喂大。用什么呢？很不幸的，你必须要用吃亏和委屈。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一点点就不可以了，给一点钱就喊痛啊。然后呢，别人讲点什么，他就要跟人家死过那种啊。或者说有一些人，就是说摇摇摆摆。飘忽不定，热的时候声势愈威的人，死势愈威的鬼。等下一点风浪一来，马上就要放弃，你8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你看，这没有办法经受得起一些委屈啊，一些阻碍。那你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很强者。你不要跟我讲你很强，不可能啊！有一些人遇到一些市场上的问题，或者一些团队的问题，然后就哇睚眦必报啊，然后斤斤计较，然后双标准。他讲人家是一套一套的，等自己做的时候呢，
完全另外一个标准。然后他有10000个理由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所以你看，这种人不要说做 RV， 你在任何的行业你都不会有多么成功，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跟你配合，人家不是傻的啊。所以你看，你要用吃亏和委屈来喂大你的格局。很多人说我要做飞马，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要成为怎样怎样的人，我要这个市场。我想请问，你知道这个市场有多大吗？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来装下这个市场？你要怎样的江山，你必须要有怎样的那个心胸来装。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为什么这样讲？一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这样的职位的人，他必定是一个非常智慧啊，情商很高啊，不会睚眦必报、斤斤计较的那种。人家讲你一句就要整死人家那种，不可能的啊，你做不久的。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肯吃亏，你要肯受委屈，因为它可以撑大你的格局，它会让你的心胸变大。当你装得下各式各样的人，装得下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团队的人给你的问题都不会让你很痛苦，不会让你觉得说你要放弃，不会觉得你说哇你们不做我不是死，没有这种感觉。任何人不做都不能影响你，不能够影响你啊。那个时候你一定成功，总有一天你会成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要用这些痛苦啊来成就啊，来喂大我们的一个格局。好，那么我觉得只要有对的心态啊，那么在一些好的机会把握住，那么好好的对团队，总有一天机会会轮到你的。那么在我加入绿威这段日子以来，算一下，应该有差不多2年多啊，将近3年的时间。那么这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里，我呢，就是从一个零啊，从0，然后走到今天的位置，今天这样的在绿威的这样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位置，现在大概是排名第3啊。那我希望不要是千年老三。那么从一个没有任何直销背景的素人啊，然后呢，就是变成一个今天有机会带着一群素人啊，然后在绿威争取一个这样的一席之地，我觉得非常的感恩。这个话，我要送给大家。接受自己的短板，直面自己的短板，在岁月的洗礼中，在每一次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不断的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判断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直到云淡风轻，信手拈来，高人一格啊。那么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强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状态啊，一种素质。那么其实这个大概3年的时间，我在绿威所有的经历，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可以遇到一群跟我一样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都是素人，然后我们在绿威啊杀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血路也好啊，一席之地也好。那么除了之前谈的啊99%的这个99%的态度，100%的复制啊，所有的这些必须具备的素质跟能力以外，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对绿威怀着深深的信任啊，这一份信任，我觉得它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无价之宝，它是最珍贵的存在啊！所以各位伙伴、各位领导人，如何在你的团队复制啊、种下这一种信任，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如何做到如何扮演你的团队跟公司之间这个信任的纽带，这里面有巨大的学问。如果你能够参悟啊、领悟到这里面的
玄机、奥妙跟方法。那么恭喜你啊，你绝对会成为那个强者。无论今后市场有多少的风风雨雨，都不能对你的团队造成毁灭性的杀害。信任啊，所以那绿威绝对值得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这个平台是我这一辈子最对的选择，也是你们的，对吗？为什么呢？因为绿威由一群很有能力、很有实力、心怀大爱、奋勇向前，既心怀大爱、奋勇向前，又能够守住初心。他既能够跟你并肩患难，又能够跟你，更能够跟你共享荣华富贵的一群人，用生命在经营着。所以，我义无反顾的豁出去我全部的信任，义无反顾的我要争取这个很对、很对、很对的平台，那个很高、很高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它值得我一切的付出和努力。所以各位，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是检验一切真相的试金石。所以各位，给绿威多一点时间，给绿威多一点时间，相信我，未来绿威的未来，绿威在这片土地的未来，绝对不会让你后悔当初的坚持和选择，好吗？谢谢大家。不开讲了。好，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飞马领队暨 Celeste 上。我不知道你们听完的时候感受是怎么样的？他弹的好不好啊？我坐在后台，我一直听到他所谈的一些例子、一些情况、一些特权也好。你看，我是不可能去挑战飞马的。我坐在后面，我在想，真的是被激发，真的是被激发。当然，不管你们用什么角度来听到这个分享也好，你看，他有可能你会听到，哇，为什么要这么讲？有可能你听到，诶，应该就是这样的。他有两个角度。好，不过我时常都觉得，今天我们必须要选择成为一个被激发的人，对不对啊？对。那么刚刚他的分享会不会激发到我们呢？对。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曾经也是被激发过了，无数次，每次都发生的。你看，4年半前，我刚刚进来例会的时候，我加入了发展部、业务发展部这个部门。那时候我进来2个月，他们就说公司有部门的一些会议。好，那么你是代表业务发展部的，你就必须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那通常这样的一些会议都是很严肃的一些会议，就可能讨论到接下来的一些方向的东西。那么它是一个 U 型的会议。都有看过 U 型的会议，就是我们的高峰会议的那种布置。所以那时候是完全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参加 U 型的会议，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讲 ，U 型也好，长型也好，叉型也好，什么型也好，就是会议嘛，哪里有分 U 型什么东西的？第一次参加，所以那时候当我一进去的时候，舞台在前面，那么 U 型就这样摆着。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嘛，很快的。那么通常坐在前排的都是比较重量级的人物嘛，对吗？那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情况哦。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反正还没开始，我就跟坐前排的那些比较资深的那些发展部的经理，就坐在那边聊天。很快的，我就很自然的就坐在前排那边跟他们聊天。
聊天聊到一半，突然间有人拍拍我的肩膀，那时候我还很新，他就讲说，不好意思啊，你的座位是在那里啊。然后我这样瞄过去看我就发现到我的座位在哪里。那么你们觉得我的座位以一个新人会在哪里呢？最角落那边嘛，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因为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已经坐在人家的椅子上了。结果我一站上来，我就转过去看，我说我知道，可是会议还没有开始嘛，我正好要走过去而已。我就 OK， 你坐，我现在过去。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完全好像刚刚 Celeste 在分享的时候那种表情哦，马上被激发，然后我就会那一个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给我，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不要给我有一天，坐到前排，不要给我有一天，坐在前排或者中间。那么现在的高峰会议应该比较少机会坐在旁边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今天在舞台的每一个分享者所谈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例子，包括大家在台下的也好，或者可能说参点的也好，今天这整场会议最希望的、最主要的就是给我们一个能量。那么今天这样的一场领袖培训会，我是很真心的希望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选择看好的那一面，然后去寻找到这一股力量，然后告诉自己本身，你必须要选择被激发，寻找到这一股力量，然后告诉你自己本身，下一次的今天，你绝对会有所进步，有所改变，好不好？好，那么，要拍掌就敢来，不要客气。好，没有什么机会给你们拍掌了，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澳门的第一季第3场领袖培训会也结束了。那么非常感恩你们一直到现在都还留到现在这个时刻。不管怎么样，今天我看到一群非常了不起、非常与众不同的领导人，很好学的在这里，也没有离开，一直坚持到最后1分钟。单单这一幕我就知道说，香港真的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下一场的会议，就是我们3月17号的表扬大会。那么详细的资料我会再找你们领导人来跟你们公布，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呢，最后一个环节，在这里我要邀请我们的3位分享者一起上来这个舞台，就来唱一首歌。而这一首歌跟我们今天在澳门包括香港也好，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做合作。那么在这里呢，想同样的时间邀请所有的领导人们一起站起来，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呀！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一直要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
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 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 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